这台银河E5呢，我们提回来已经有1周了。那最近呢，我也开着它做了很多事情。本期视频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礼拜关于它的真实用车感受。银河E5呢，它是一台紧凑型的 SUV， 虽然本身的车长只有4615毫米，但是内部的空间真的是很让人惊喜啊！这几天呢，我开车带着家里人出去，他们总是会有相同的感叹语。感觉车空间大不大？大啊！大。这车你坐过没有？之前没有。你看下面，你把下面那个拉开。这个。底下。啊，你往上扣，把拉开。对，哎对，往外拉。我操！这怎么还有个车底啊？那除此之外呢，这台银河E5在我们工作上也提供了很多比较必要的帮助。关于银河E5的内饰呢，我们就不多说了，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对不对？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分享几个我特别中意的点。首先，第一个，外后视镜调节，实体按键的呀，这在现在的新能源车型里面真的不多见啊，这点绝对要给好评，比在屏幕里操作什么的方便多，好用多了。那第二个就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旋钮，阻尼做的很棒，它除了可以调节音量之外，你还可以自定义它其他的功能，长按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在这里呢，还有一块超级快充的面板，也同样用汉字给你标注了。而且在方向盘这里呢，它同样采用了汉字加镀铬的这种多功能按键。最后一个让我比较惊艳的地方就是车漆了。那其实在此之前，我想大家对于银河的车漆多多少少会抱有一些怀疑的态度，包括我也一样。但是这台银河E5它用的这套魅族的车机系统真的超级丝滑。配上那个 2.5K 屏幕，体验感很棒，非常的流畅，几乎没有任何的延迟，而且它的语音助手真的做到了，你在车里动动嘴就行了。看我演示啊！你好，银河。主驾请说。今天天气怎么样？芜湖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能洗车吗？25度，芜湖今天不适合洗车。打开设置。还会有风雨，搞定。驾驶。搞定，驾驶模式调到运动，搞定，能量回收调到自动 ，OK 了，语音，搞定，显示，搞定，往下翻一点，往下翻，再往下翻，打开主驾车窗，关闭主驾车窗，搞定，最后再给你们来个厉害的啊！你好，银河。主驾请说。打开主驾车窗，打开副驾车窗，打开天窗空调，调到20度，风量3档，再帮我导航到南京。车窗开了，天窗开了，温度已调节，风速已调节。好的，为您规划路线。Amazing。对于我这个司机而言，那驾驶感受肯定是最重要的。我们开的这台呢是530公里探索加版本的，这几天的行程下来，确实也给了我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首先，银河E5这台车，它这个尺寸，包括它这个车内的空间啊，我们能联想到它的取向肯定是偏向于家用的，对不对？它的调教应该是偏舒适的。但是在我这几天的感受中，我觉得它的工程师啊，注入了一点点的运动情怀在里面。首先就是这个动力啊，它初段的功率包括扭矩释放的都太多了，就是整个电门响应的前段动力来的太猛了，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窜。但如果你的电门给多了，给到一半甚至更多，就会这样，加速体感来的特别猛啊！就是这个加速体感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一台0-160-7秒的车，更像是一台0-4-5秒的车啊，就是前段。所以如果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碰到一台银河E5起步挠胎了，不要说它装逼，可能它真的不是故意的。那还有就是转向，银河E5这个转向逻辑就很 OK 啊，很舒适，很轻盈。那对于家用啊，包括女孩子开呢，都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它特别的灵敏啊。你看，一般这种级别 SUV 呢，它
考虑到这个舒适性，所以它这个前段呢都会有一点点虚位。那银河E5它相对来讲它的虚位就会少一点，而且整个车身的跟随特别的快，你只要方向盘一搂，哇，整个车身很快速的就跟过来了。所以对于很多开惯了家用 SUV 的人来说呢，可能需要一点点的适应过程，但因为对于我这种本身就是偏向于运动车型的人来说呢，这种很快捷、很敏捷的反应速度呢，其实就挺合我意的。那最后就是底盘银河E5它也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结构，在这个级别里面也比较常见的，但是它采用了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所以整个车身的底盘很紧致，刚性呢也不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转向的时候，哇，这个车身的跟随性做的那么棒啊。不过呢，它的悬架的初段阻尼给我的感觉呢，还是有一点点硬，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是不是工程师把运动的情怀注入到这台车的调教里面了。所以在过减速带或者一些小颠簸的什么时候呢，可能传递到你身上体感就是那种偏运动取向车型给你的感觉，它会消耗一定的舒适性。那对于这个级别这种偏向的 SUV 来说，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把它做的再软一点，毕竟我要经常带着一家3口出去玩，对不对？那总的来说呢，这1个礼拜的体验下来，这银河E5给我的整体感受还是不错的。和同级别的竞品元 Plus 相比呢，因为它是更新时代的产物，所以无论是外观设计、智能化还是体验方面，我觉得都会更好一点。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关于这台银河E5更多详细的测试，我们后期也会持续给大家更新。